这东西有什么好吃的？这个烦人精，真想把那一盘点心都扣他脑袋上。你听到了？嗯？听到什么？司马娇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说话呀！嗯？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又骗我！你不是说你不会读心术吗？我的确不会读心术，只是近日你心绪不稳的时候，我偶尔能听到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只对你。这种精准判断就不必了吧？为什么偏偏针对我？能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这是修仙界常有的事。你有什么变化吗？不会是因为神敲，所以你不用睁眼吃都能听到我心里话了？这些事，你在陈学府上没听父子讲过吗？哎，廖廷烨啊，廖廷烨，以后还是认真听几堂修真界生理健康课吧。你想的这些，我都听得到。1得1，2得4，3得9。祖宗，不会在我激动时的每一句脑内想法，你都能听得到吧？不至于一字一句那么清晰。不过，如果你要是骂人，那我是知道的。我劝你平心静气为好。你还有脸说我？你这个动不动发怒的！44、16、55、25。你每日除了想吃想睡，还能想什么？害怕让我知道的事儿？您恐怕是对我的认知不够全面了。我在的那个世界，信息爆炸，有各种各样奇葩的东西，恐怕是要超出您老人家的想象啦。我还是背会儿乘法口诀清清心吧。别笑了。我倒真没见过这样的，不愧是魔域教出来的，让我大开眼界啊！祖宗，求你别看了。算了，从今天起做一个心平气和的人。说起来，我和这祖宗神交后没少在心里骂他，莫非都被他听到了？没错。祖宗，求你不要再跟我的脑子隔空对话了。等等，我之前那么骂司马娇，他都没反应，也没恼羞成怒一巴掌打死我，莫非是真爱？没听见吗？你没听见吗？我要休养生息了，祖宗请自便。请你平心静气，不要搞事。这就是平心静气啊！你有你的床，你回去睡。我的床榻就在这里。以前入睡不是还有问题吗？现在睡得比我还快。咱俩到底谁是咸鱼呀？
老夫要与你们细说凤山灵火。灵火是根尘仙府立府的根本。滋养着整个仙府的灵脉。如果没了灵火，根尘仙府地界将灵气全无，从仙府变成贫瘠荒地，天运也会颓丧。司马一族以血供养灵火，他们既守护了仙府的繁荣，也因此获得了高于普通之人的特殊能力。曾有几位大能飞升成神。司马娇，是我。你怎么这副表情？啊，我只是没有想到我在这儿能用上视频通话。视频？什么是视频通话？就是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地方，但是彼此能看到彼此，能听到对方说话。你们魔域也有着流光镜？可以说有吧，但是我们不叫它流光镜，叫它手机。你好厉害啊！我随口一说直播，亏你能实现它。有了这流光镜，我便能时刻都提醒你，我这师祖一直都在。想让我记挂你就直说嘛，还要搞这么一套说辞。你这个司马娇的娇，其实该用傲娇的娇吧？上次你说想看直播，我便来了三圣山。哦，高塔跟宫殿都在重建了。哎，你的隐身术不是有时间限制吗？你小心一点，别被发现了。不必担心，我以障眼法行事，我心中有数。那就好。哎，你拿高一点，你拿高一点，你这样我看不清楚后面有什么。司马娇。喂，喂，流光镜也会没信号吗？你们在此处感应灵火下落，若有发现，及时禀报。喂，画面怎么不动了？我差一点被夫子发现了。这个地方就是这样，没有活物。你是去找灵火的吗？有什么发现吗？暂时没有。你不必挂心此事，喜欢的话，看看风景便好。嗯。幸好我和师祖的血长大，又熟悉师祖气息，或许不久就能找到师祖与天燕了。树林，是树林在唤我。树林，树林，树林，你着急唤我回来，是碰到什么麻烦事了吗？还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念九，我这也是逼不得已，请你见谅。树林，你叫我回来，难道就只是为了……叶公主，叶公主，有何要事啊？我来是想问问师掌门，若是寻到了司马娇，打算如何处置他？那自然是将他再度封印于三圣山。届时还有劳叶公主和我们共同开启封印阵法。师掌门恐怕另有所图吧？叶公主何出此言呢？百凤山乃师掌门一手所为，我很好奇，山中凤山一族的血究竟流向了何处？师某也很好奇呀。叶公主这些话不对其他的公主讲，反而来找师某，所图为何呀？我要司马娇的性命。哦，真是没想到，叶公主憎恨司马娇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了。叶公主此举不是为了报私仇，
还是想打破这邪魔屏障？你我都有秘密，便无需躲躲藏藏。我只问师掌门一句话：你可有杀司马娇之心？师某可以和叶公主合作，杀人灭火，但是我这么做会有什么好处呢？百凤山一事，我会守口如瓶，这便是好处。叶公主，师某要封你的嘴的办法多的是啊，你说这些与我何用啊？师掌门别忘了，我虽修为不及你高强，可我毕竟是一宫之主，希望师掌门莫要小瞧了我。不过师掌门与我目标一致，何须费心费力针对彼此？不如联手，事成之后各取所需。师某非常欣赏叶公主的魄力，还望叶公主一有消息及时相告。也希望师掌门遵守承诺。见过姑姑。薰儿不必多礼。是薰儿无能，让父亲失望了，这才惊扰了姑姑。无妨，我闭关修炼，本就是为了提高修行，来日可以助你父亲一臂之力。如今，尽快抓住司马娇才是重中之重。百凤山被毁一事，并非你的错，你也不必太过自责。多谢姑姑。众弟子听令，且随我与你们少主兵分两路，搜查司马娇下落。是。师祖，司马娇，为什么这些人看不见我们也不会撞上来啊？我用隐身术隐蔽，这些人修为低下，感觉到强盛的气息，自会避开。你受伤了也管用啊！就算我重伤未愈，这些人远不是我的对手。那我们一直用隐身术不就好啦？隐身术消耗的灵力较多，我如今只能保持片刻时间。对哦，你现在重伤未愈，各种高阶术法也失灵了。要不咱们还是低调点吧，毕竟逃亡嘛，不是度假。这些事情你无需担心，有我在，你到哪里都是度假。这发言真够霸气的。话说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一路走来，感觉越来越偏僻了。洛河仙方，一片普通人和修仙者杂居的方式，是庚辰仙府最边缘的地带。怪不得这些人看着都不会术法的样子，修仙者也很少，更像是凡人居住的地方。都是一些被排挤或者修为不高之人罢了。那我在这里是不是也算大佬啦？如今，你已经达到化神后期，只差一步，就能进炼虚。什么破地儿！你们动作给我小心点，把我东西弄坏了，要你们狗命！这阵仗，刚刚那两个人什么身份啊？这个人见过吗？没有。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个人见过吗？想看？见过没有？仔细看看，见过吗？见过。不认识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这个人见过吗？司马娇，快追，在上面！你们俩往那边去。好，你们跟我来。是。师
师祖，您怎么在这里？我正要去找公主。公主，这几日接连有宫中弟子在练功之时走火入魔，变得魔怔痴傻。他们皆是我宫几百年来修为极高，已然修成炼虚的弟子啊！一直炼虚，下一步就是合体。看来司马娇说的没错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行，我去找师掌门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师掌门，师是世代侍奉师祖，恐怕如今只有你能救我。哎，田公主，你我感情深厚，这个忙我一定要帮的。这样，你且回去等待消息，我即刻便去白鹿崖。谢师掌门。天无涯呢？天无涯他一大早就去寻诗千缕了。天无涯真是诗千缕的一条好狗，诗千缕那个老东西定会来为他求情。那我们要去见诗千缕吗？我才没这兴致和那老东西你来我去的猜哑谜。走吧，我们叫上庭燕一起吧。他一个魔域的奸细，比仙府之人还要正派，又见不得血，还是外教。师祖，其实我也很害怕看到尸体的。你跟了我几百年了，这点障眼法都看不出来吗？障眼法？莫非那些天之宫的弟子，并没有真的走火入魔，而是师祖您为了震慑住天无涯所制造出来的假象？来人！人呢？你疯了你！若不是公主你盗来白鹿崖灵脉，我们也不会至此颠地。胆敢妄言，还要杀我！求师祖饶我一命。晚了。司马娇，你欺人太甚！妄图用凡间功法打败我，你窃取我白鹿崖的灵脉修炼，想必你现在的修为比我低不了多少吧？若运功用灵术反击，还能与我有个来回。怎么不用？原来是做贼心虚，怕运功会被反噬。你要如何才肯放过我？你自己动手，我满意了，便留你一条命。我错了，求师祖饶我一命。满意了吧？你对自己还真是心慈手软，只可惜
白鹿崖的灵脉没有问题。道真，一试便知。你宁可一身功法无处施展，也不敢放手一搏，那我留你还有何用啊？我没事。司马乔，你耍我！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。此禁制连至他全身经脉，可压制住他，令他无法自枪。即使他再痛苦，也不能求死。你可还记得这些？你只是想以彼之道，还之彼身。师祖，我没有灵魂护体，受此定刑，只怕会没命啊！我法力强大，便理应受这500年的定刑之苦吗？我当你喝过了血吗？天无涯死了，司马乔，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我在白鹿崖等了司马昭半晌，不见我就算了，他明明知道我是为了天无涯来求情的，连个招呼也不打，就把他给杀了。这天无涯向来与我们交好，现如今我们连他的性命都护不住。这要是落在其他公主的眼里，恐怕会怀疑我们平定内乱的能力，怕是日后不会再听您的差遣。此番司马昭对天无涯下手，怕是没那么简单。他这是在敲山震虎啊！难道他察觉了我们的计划？他若是真的察觉，别说是我们失势，连整个庚城仙府都有可能被他毁了。照我看来，他应该是还不知情吧。师祖，是仙侣正在召集其他各大宫的公主。果然是沉不住气了。但是天无涯已经死了，即使想要扶持新的公主，这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到啊。他召集他们干嘛呢？无非是封印我，或者杀了我。翻来覆去，不就这些伎俩吗？如果封印我，看来他的功法已深不可测。他若杀了我，他如何敢对您动杀心啊？如今庚辰仙府只有您才能供奉灵火，他是不想修炼了吧？才做如此愚蠢之事。若想杀我，他背后的心思就有意思了。想必天之宫公主的事情，大家都已经听说了。这师祖实在太过残忍，堂堂的一宫之主，说杀便杀。哎呀，原本以为师祖只杀殷流年那等敌对之人，如今看来，我们到底还是低估了师祖的疯魔性子啊！他既然杀了天无涯，那就说明他仍旧对当年上一辈封印他之事耿耿于怀呀。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，重启封印阵法，将他封印。如今天无涯已死，新公主又尚未成契合，凭我们几个够吗？唉，师祖生来性情古怪，
从小便残忍嗜杀，我本想去感化于他，可是如今看来，他已然是无药可救啊。好吧，既是如此，那石某此番也愿意尽绵薄之力。好，有师掌门相助，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大家都同意吗？叶公主，若司马娇被封印，我便更难寻到杀他的机会了。40之宫的袁公主看似有话要讲，不知是何意？我觉得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若贸然启动封印阵法，我们必定会两败俱伤，恐怕本宫的弟子全部要搭上。这样的代价，是否值得？我们可都喝过司马氏的血，他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天乌崖便是个例子。我袁某人就没喝过司马氏的血。哎呀，你没喝过司马氏的血，不代表你先祖没喝过呀。师祖难不成会放过你？那天无涯怎么死的？天无涯是因为偷了灵脉，才会被师祖惩处。若大家对师祖没生二心，师祖也未必会斤斤计较。哦，我知晓了，袁公主，你是因为你那40之宫的小弟子得了师祖的青睐，你便犹豫了。荒唐！师祖，果然如您所料，侍仙侣已经召集其他公主，在商议要封印您的事。除了40之宫的公主没有听从，其他人皆同意了他的举措。不过入灵没有表态。40之宫，师祖，恕罪呀！真新鲜，8大宫竟出了个聪明人。按照您之前的推测，侍仙侣现在的修为已经颇高了，能代替天无涯行封印之术，至少也是个合体。说不定已经攻至大成了。那岂不是和师祖现在一样？他也配跟我比吗？侍仙侣应该会利用袁彻的弱点为他所用。不过这个袁彻，我之前并未留意过。你去找找，看他有什么软肋。是。且看我们谁能赢这一步棋了。父亲，这袁彻如此冥顽不灵，定是个贪生怕死之辈。看来得需要用点手段才行啊！你小瞧他了。此前师祖出山，他如同神隐，万分的谨慎小心。现在他攻下那个弟子廖廷彦，深受司马娇的信任，那他更不敢轻易的开罪他了。想要让他反，就得拿出他的七寸了。哎，他是不是有一个儿子？叫袁商啊，之前因为灵根受损而郁郁不得志啊。袁彻为了他呀，可操了不少心啊。等我寻个机会，杀了这袁商，再推给司马娇。你要弄死他？也不是不可以哦。我是被埋了吗？谁埋的我呀？祖宗，蛇兄下火苗救我！看，吓成这样，您干嘛把我放棺材里啊？谁让你自己选了一株毒花？
我见你昏迷3日，无力回天，自是要给你个厚葬。哼哼。好了，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。您不是说，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这区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，心情平静愉悦，骨珠结灵花；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正是他妈妈骨珠开出来的花。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接人伤罢了。没想到，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8大宫的联手封困，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，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。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啊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又是毒药。那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，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。只要我想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啊，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我昏迷这3天里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？你想让谁找你？那看来就是没有了。这跟下了飞机没有一条信息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祖，您看啊，既然已经出山了，您留着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在这儿也白吃白住的，要不我就回青谷天吧。青谷天比得上我这里啊？说比得上，这祖宗又要生气了。他刚才还为我做了神农氏呢，看来现在是把我当做心腹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让我跳槽。你要是说比得上，我就杀了你。比不上，比不上。那我请个假呢，我想去看看入陵。不远，你又不清楚他人底细。算了，等我找机会，坐着蛇兄偷偷去见入陵。师祖，仙府确实还在延续死斗旧习。今日比试即将开始，8大宫的新宿弟子已经赶至武斗场，师掌门还有8大宫的公主，应该也会赶过来。师祖，弟子有一事想请教。8大宫那些人，这500年来让您受了那么多苦，为什么不在我们出关之日将他们都杀了？
万一他们联合起来，要再度封印您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若是都杀了，庚辰仙府这一大堆烂摊子，难道要由我来管？您可以扶持拥护您的新公主来管理仙府啊。哼，世人皆贪婪，岂会有人真心拥护？那师祖，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们吗？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怎会如此便宜了他们？我要让曾经那些欺辱过我的人，在恐惧中备受煎熬，亲眼看着自己最珍惜之物被摧毁，在经历了绝望的炼狱之后，再让他们死。那这其中也包括施千旅吗？施千旅，师祖，您现在的身体愈发的虚弱了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，对你伤口恢复有帮助。我死了，他们的灵魂梦也就破灭了。唉，您再生气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！来，把汤喝了，乖。师祖，吃点。师祖不吃，那可以赏给弟子吗？这汤药是什么东西？是司马氏族人的血。为什么要骗我吃这些？施千旅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，师掌门为的是让你伤口快些恢复，供养封山岭。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八大公只是提线木偶，施千旅才是最有意思的那个人。我看那施千旅的修为还不如其他几位公主呢。既然其他公主境界已不受真言之事所控，那我们就从施千旅身上下手好了。无能只是施千旅的伪装而已，他定有防备之计，切勿打草惊蛇。让其自乱阵脚，才能使其露出破绽。这么舒服的员工宿舍，上哪儿找啊？办公环境跟景区似的。有这等美貌，要是梳个美美的发髻，换个漂亮的衣服就好了。这么贴心的吗？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还有客房服务。这傀儡人不就是机器人吗？这皮肤质感跟真人一样。你们能再帮我拿点首饰跟鞋子吗？给不给拿呀？终于明白什么叫快活似神仙啦！现在大家都以为我是老板的心腹，他出山的时候那么嚣张，我要离职了，大家找我泄愤怎么办？而且师祖他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精神不太好吧，但他对我还是挺好的，他救了我那么多次，再说我还要靠他给我镇痛呢。我还是先不要想离职的事儿了。师祖，您怎么来了？跟我走。好。拜见师祖。师祖，我们来这儿干嘛呀？开始吧。
修仙世界的比武啊！先做样子吧，拖延下时间。好，等主事的长辈来。师祖。师祖，今日怎么会有如此雅兴来看弟子们死斗啊？这种装模作样的东西，也配叫死斗？师祖，容我多一嘴。台上的那2位，一位是出自于天之宫，一位是来自于日之宫，2位都是各个公主煞费苦心才培育出来的优秀弟子啊，伤了谁都不合适。能不能看在施家人的面子上，放过他们一马呀？放过他们？死斗为的就是让弟子在生死之间提升修为。如今各大宫绵延势力，连自己定下的规矩也都不管了吗？师掌门亦认可此举？仙府竟然还有这种传统！既然师祖发话了，你们便认真死斗，不可敷衍了事。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不过是同门师兄弟留有余地而已。就是滥杀无辜，有违道义。我们比试是为了互相切磋提升修为，为什么非要赌上性命？就是啊，这不是你们8大宫自己定下的规矩吗？现在反倒说别人是恶人。你们说我有违道义，滥杀无辜，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道义值几斤几两啊！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血凝花。当真？这就是传说中的血凝花吗？今日在场的每一位弟子，谁要是能赢够20场死斗，便能获得一片凤山血凝花花瓣。师弟，得罪了。师叔，你那可是凤山血凝花，一片血凝花可长1000年修为。我们修道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就为一片花瓣争得你死我活，8大宫的公主们对此也无动于衷，就这么冷眼旁观吗？这些弟子都疯了吗？不过是比试，他们怎么自相残杀？跟刚才客客气气的完全是2拨人。
本就是人面狼心，如今图穷匕见罢了。师掌门，师祖是想将我们培养的优秀弟子全部杀了吗？其实这也不能算是师祖所为，是那些弟子贪婪罢了。哎，死的是我的弟子，你当然在这儿说风凉话了。日公主，稍安勿躁。真是没想到，当初一个小小的孩童，却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今日的此斗，只怕是师祖给诸位的一个警告啊！师掌门，你是八宫之首，又是师祖的心腹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再这么放纵下去啊！师掌门，我们可都仰仗你了。好，诸位放心，师某定当会全力的安抚。只是师祖刚刚出山，气还在头上，只要他做事不太过分，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。想说什么就说吧。师祖，今日您拿出来那血凝花，他们似乎很想要。可是您不是说过，血凝花需要您的血才能用吗？否则人就会炸掉。可是今天那些人，他们都没喝过您的血，就算得了血凝花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不是我的血，是凤山一族的血。凤山一族不是只剩下您了吗？是啊，司马氏的人死后只剩下一颗骨珠，尸体却留不住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司马氏的血肉都是能增进修为的良药，会被庚辰仙府那些家族分割。照今日这些人敢抢夺血凝花的行径来看，在场的弟子都曾喝过我司马氏族人的血。受不了了。这魔域间隙倒是比仙府许多人正派，稀奇的很。算了，管他是哪里的。